欢迎大家来到沐言秋的频道。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罗伊·鲍麦斯特、约翰·蒂尔尼的著作《意志力》。罗伊·鲍麦斯特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是世界上论文引用率最高的心理学家之一。另一位作者是约翰·蒂尔尼，是纽约时报科学专栏作家。我们先来说说意志力的概念。本书作者做过一个实验来论证意志力的存在，这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萝卜实验。他召集了一批学生来到实验室，把他们随机地分成3组。这批学生的共同点是，全都是饿着肚子来的，因为实验要求他们要空腹。第一组和第二组成员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饥肠辘辘的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实验里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正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在饼干旁边还放着一些生萝卜。实验负责人跟他们说，第一组成员可以随便吃巧克力饼干，第二组成员只能吃萝卜。为了更好地观测他们的表现，实验人员离开实验室，让学生们和饼干、萝卜待在一起，透过小小的隐形窗户观察他们。第一组成员开始大快朵颐，第二组的成员拼命与诱惑做斗争，盯了饼干好久才不甘心地啃起了萝卜。第三组的成员是对照组，他们没有任何进食安排，就只是在房间里等待。等吃完东西，这3组成员都被带去做题，做的是完全一样的几何题，关键是这些题目是无解的。是的，你没听错，因为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测试思维能力，而是用完全没有答案的题目来测试他们到底愿意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坚持多久。第3组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成员，平均每人坚持了20分钟，无奈放弃了答题。巧克力饼干随便吃的第一组成员也差不多坚持了20分钟，实在感觉答不出来题目，只能放弃了。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眼睁睁看着别组成员吃了巧克力饼干，自己只能吃萝卜的第二组成员，在答题到8分钟左右的时候，就都偃旗息鼓了，纷纷表示坚持不下来了，气馁地交了白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第二组成员眼睁睁看着其他组的成员吃着香喷喷的饼干，他们消耗了太多的意志力去抵抗饼干的诱惑，导致他们没有太多意志力来坚持测试题的任务。这样看来，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一点就会少一点。测量意志力极限的心理学家鲍麦斯特通过无数的实验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的自控系统活跃程度就会下降，人们的意志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弱。这也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学习好的同学个人卫生工作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的意志力消耗在烧脑的学习中了，在个人卫生这种相对不重要的事情上就放松自我控制了。有这么一则统计项目表明，以色列犯人的假释申请是有一定通过比例的，大概比例是 35%， 而申请人能不能有幸被划分为 35% 的被批准行列，跟执行审核的法官的保释程度息息相关。如果法官在上午9点或下午13点审核，那么被批准的比例是极高的，随着时间往后推移，批准率也会慢慢降低，因为法官在如上的时间段刚吃过早饭或午饭，有足够的精力去分析犯人的申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快到饭点的时候，法官为了对抗饥饿，已经用尽了自己的意志力，到了决策疲劳状态，只能做出风险最低的决断，驳回申请，免得让不适合假释的犯人流出去，危害社会，还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了解了意志力的特点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应该如何提高意志力呢？第一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就是吃出意志力。研究人员偶然发现，如果给受试者喝一点含糖的饮料，比如果汁，他们的意志力就会增加。根据这个结果，研究者推断，人的意志力消耗的能量应该来自血液中的葡萄糖。有研究者注意到，低血糖患者与一般人相比，更难集中精力，
更难控制负面情绪。总的来说，他们比一般人更焦虑，更不高兴。还有人报告，在罪犯等暴力分子中间，低血糖体征真不是一般的普遍，甚至有些律师用低血糖为嫌犯辩护。但是我们不能吃高血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升糖快，但是降糖也快，吃了还是可能缺乏葡萄糖，让我们的意志力难以维系，最后还是忍不住吃各种高甜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好吃血糖指数低的食物，比如大多数蔬菜、坚果、生水果、奶酪、鱼肉、橄榄油等。这些血糖指数低的食品释放血糖速度比较慢，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提供稳定持久的能量。第二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让葡萄糖效用最大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葡萄糖省下来，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比如说，你正在节食减肥，偏巧这一阵公司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谈判交给你，显然谈判比减肥重要的多，这时候你就不要节省卡路里了，不然你的意志力根本不够用。此时你也可以将葡萄糖省下来，用在更重要紧急的工作筹备上。假如你感冒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那就不要像往常一样开车了，因为开车非常消耗人的意志力。此时你需要将葡萄糖省下来给你的免疫系统。你知道吗？重感冒的时候开车可比轻微醉驾时更加危险，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已经把葡萄糖用来对抗病魔了，留给你的中央指挥中心。大脑的葡萄糖不多了，你可能开着开着就忍不住犯困了。这里科普下，葡萄糖本身并不进入大脑，而是转化成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是脑细胞用来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如果你用完了神经递质，你就会停止思考。提升意志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你想要做的事，那就把它安排在你意志力最强的时候做。早上起来应该是一天里意志力最强的时候，你可以把需要耗费意志力的事安排在早上。第三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就是提高休息质量。意志力本能是个奇妙的东西，你能根据长远目标做出决定，而不会被恐慌或及时行乐所左右。但意志力也是有代价的，集中注意力、权衡目标、缓解压力、克制欲望等，这些脑力工作都需要能量。因而，想要恢复意志力，一定要遵守劳逸结合的原则。睡眠不足会让你大脑受损，你的前额皮质同样急需能量，能量短缺会造成严重后果。前额叶在大脑前部，它被称为人类大脑的脑中脑，管理着其他脑区，限制指挥着很多冲动。可以这么说，前额叶就是意志力的化身。而之所以我在这里老生常谈睡眠的重要性，是因为睡眠可以让前额叶得到充分休息，从而为意志力蓄电。适当的放松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舒缓交感神经系统，从而提高心率变异度。当然，除了好好睡觉，你还可以做一件更简单的事，冥想。就像举重能让更多血液流进肌肉，从而锻炼肌肉一样，冥想能让更多血液流进前额叶，从而锻炼前额叶。刚学会冥想的人，大脑里负责控制注意力、排除干扰、控制冲动的区域之间增加了许多类神经元。第四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是你要理性设置目标。你是不是经常斗志昂扬，像打了鸡血一样制定一系列计划？你是不是喜欢立新年计划，憧憬自己能够一一实现？可是越到后面你就会发现，想要完成计划实在太难了，我们经常在执行中打折扣，甚至到了最后直接放弃了。其实导致我们意志力薄弱的很大原因，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执行力、体力、脑力，还有对外部环境的都过度自信了。清单上的项目太多了，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强的意志力能同时做到。你的意志力早从执行规划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点点消耗了。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理性设置目标，目标一定要清晰单一，不能贪多。这个目标要是一个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的目标，因为太近的目标太容易实现，有距离感的目标才能锻炼你的意志力。而且一定要注意，要为规划做一些时间留白，为可能的突发情况留出些余地。另外要记住，具体目标的设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锻炼身体，当锻炼成为融入生活的习惯后，我们可以逐渐将这一目标划去，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目标。最后一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结交意志力强的朋友。前面这些把控好饮食，做好充足休息，统筹每日计划等，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在提高意志力。但是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意志力也是会传染的。别人打个哈欠，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打。如果一个人戒烟了，那么他家人和朋友戒烟的概率也会增加。宿舍里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学霸，其他一帮舍友们也很可能被熏陶。所以啦，第5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就是结交拥有良好习惯、意志力强的良朋益友。你不妨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朋友或家人身上学到过某种习惯？在你的社交圈中，最近有没有其他人也在尝试应对这个意志力问题？比如读书打卡、健身打卡之类的。你觉得有哪些小伙伴是意志力强且拥有健康生活习惯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可以把他们当作榜样来靠近。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大白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了，有关意志力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书中还有很多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多去看看，相信你一定有更多收获。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话，那就给我点赞和分享吧。另外，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期再见哦。